第32章，廖经理重新上班了。我又进入了高频紧张的节奏中。博越公司每个月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每个月都有新的目标。我上班知道的第一条讯息是公司肖工平将离职的消息，因为这个消息，整个公司都处在十分诡异的氛围之中。周光华开经理会议大发雷霆，吼声全公司都能听见。很明显，平将的离职给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了。像博越这样的公司，业绩都是要靠高级业务员支撑的，全公司只有11个肖工，离职1人就坍塌一方。不仅如此，肖工对公司的业务模式、团队管理模式都很熟悉，他们一旦被竞争对手挖过去，转过头来就能想到招对付我们，这可能才是公司领导紧张的原因，而这些和我无关。我上班第一件事是给丁子打电话，上个月底是他拯救了我，我无论如何得当面表示感谢，而且有条件还要请他吃饭。我休息的那几天，我越想越觉得天下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。丁子对中文域名明显是持负面的态度，他怎么会忽然买2万块钱的域名？而且时机也非常巧妙，硬是在月度业绩截止的最后时刻，所以我觉得丁子和马从敬不是陌生人，两人应该认识，甚至不只是认识，应该还存在一定的关系。陈斌，我一直等你电话，等到今天才等到，怎么，终于想到要请我吃饭了吗？丁子道。我笑道，丁小姐，前2天我休假了，没有上班，休假就不能打电话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我略显尴尬，好在他马上说，今天打电话迟了，我人已经在上海了，等我过段时间回深圳再约吧。我想问丁子是否认识马从敬，但是又觉得太不礼貌，挂了电话我还是一肚子疑惑。马从敬凑过来把我叫了过去，应该是有竞争对手在挖我们的人，你现在是肖工，估计也在对方的视野之内，刚才老周发火了，让我们经理单独和你们谈话。老马，我就不用了吧，我这个肖工有点水。什么叫水？你创了我们深圳公司升肖工的记录，回头华南大区搞巡视的时候，你的案例要当典型来宣传，当然前提是你的水平不能下滑太快，上了肖工之后要更加努力，业绩要符合肖工的身份。然后他噼里啪啦给我说了一大段，都是他最擅长的套路，说什么肖工享受阶梯提成，1万以内提成 20%，1万到2万的区间提成 22%， 然后依次往上涨，3万以上区间的业绩提成统统都是 26%， 这么算下来，肖工1个月干4万的业绩，提成就高达9200了，比普通员工高了1200，另外肖工的底薪2000，还加上500的餐补和路补，月薪妥妥的过万。老马，别说那么多废话，你就直接说让我拼命努力干更多的业绩，赚更多的钱不就行了吗？何必绕那么多弯？我道。老马瞪了我一眼，你还要投桃报李？老唐帮了你，方柔帮了你，他们2人也要进步。这个月我想把方柔提1级，如果有可能，老唐也可以提1级。你要上点心？我点点头。我忽然问他，我刚才跟丁子打电话了，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？老马瞟了我一眼，冷笑，你那点花招收起来，别跟我斗心眼。我跟你讲了，你有种把他给泡了，睡了，扯其他的都是没用的，我认不认识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一女的还对他有意思不成？老马撂下我，把老唐和方柔叫过来，道，你们2个要学会谈网站单了，这个月你们约到的客户，让陈斌带你们一起谈，学着点。紧张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，而部门又少了2个兄弟，张乐辞职了，另外还有1个新员工也辞职了。老马风风火火去人才市场寻找新的目标去了。中午吃饭，我和老唐、方柔约了吃大餐。进电梯的时候，一下碰到了一部几个同事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高燕，我下意识就想到了那天晚上，那一天是真喝醉了，稀里糊涂的就犯了错误。现在想来都觉得十分荒唐。一部对我颇有敌意，尤其这其中还有温小兵。温小兵瞅我的样子横眉冷目，我装作没看见，对着高燕喊了一声：“高经理好。”高燕还是那个派头，高冷得很，只是轻轻的哼了一声。我想女人真是个个都是演技派。高燕那天晚上酩酊大醉的样子和今天完全不同。还有那天早上，想到那天早上，我心中忽然生出一种恶作剧的念头。等到电梯到了1楼，我忽然喊了一声：“高经理，中午一起吃饭。”我这一喊，所有人都懵逼了。我看到高燕明显很慌乱，不过旋即她镇定了下来，道：“我们部门这么多人，你都请？”我道：“没问题，请得起啊。上个月你们帮我这么多，尤其是温工，温小兵肺都气炸了，用手指着我道：小子，你少嚣张，有种这个月我们再赌一把，别怂。”我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温工想玩玩也可以，但是别说怂不怂的话，我陈斌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怂，那就赌5000块钱，比个人业绩可不可以？”温小兵道。我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，正好高经理做见证，我做见证，你们赌一把。”所有人齐齐回头，赫然看到周光华从另外一台电梯走了出来。就这样，这个赌约就定下来了。周光华似乎很高兴，竟然提出要请我们吃饭。当然，中午一起吃饭肯定不太可能，毕竟关系复杂。
大家真在一起吃饭，肯定别扭。再说周光华说的是客气话，我们岂能听不懂？所以我们两方都婉拒。最后我和老唐、方柔去了川菜馆，一路上方柔都说我变化大，对我刮目相看。陈斌，你刚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肯定坚持不了几天，你跟谁说话都脸红，这能干业务，现在出来混不是靠60后、70后、80后，而是要靠脸皮厚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你竟然就练成厚脸皮了，今天竟然敢直接聊高经理，把我惊呆了，不佩服你都不行。我心中好笑，心想我不仅聊，还睡了。当然，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露丝毫的蛛丝马迹，成年人的一夜荒唐，很快能被时间冲淡。